从前有个名叫王三的年轻人，家境贫寒，靠着打零工维持生计，艰难地赡养着老母亲。微薄的收入，在支付油盐酱醋和人情往来后所剩无几，母子俩常常过着紧巴巴的日子。幸好王三的舅舅家境宽裕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总会送来一些物资接济他们。这一年临近除夕，舅舅又送来了2个猪蹄和1坛黄酒。年30晚上，王三的母亲看着简陋的屋子，忍不住叹息道：“儿啊，别人家过年热热闹闹，放鞭炮，吃大鱼大肉，白面馒头和饺子管够。再看看咱们家，冷冷清清，只能喝稀粥，吃杂粮饺子，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”王三听后内心酸楚，却仍坚定地拍了拍胸脯：“妈，都说山里的山神老爷灵验，今晚我就去求求他，一定能改变咱们的命运。”母亲连忙劝阻：“傻孩子，别信那些神神鬼鬼的，日子还得靠自己踏实过。”但王三心意已决，他一手拎着舅舅送来的猪蹄，一手抱着酒坛，毅然前往山神庙。来到山神庙，王三坐在庙台上，望着山神塑像，大声说道：“山神老爷，难道我王三就要穷一辈子吗？您倒是显显灵，给我指条明路啊！”然而山神塑像自然不会回应。王三接着说：“您看，这猪蹄和黄酒是舅舅送来的，我和娘都没舍得吃，专门拿来孝敬您。”他将猪蹄递向山神，没有得到任何回应，又举起酒坛示意山神享用，依旧毫无动静。王三无奈地一拍大腿：“既然您不吃不喝，那我就代劳了。”说罢，他便大口啃食猪蹄，痛饮黄酒，不一会儿就将食物和酒一扫而空。醉醺醺的王三回到家后倒头便睡。天还未亮，公鸡刚打鸣，他突然从炕上一跃而起，兴奋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山神老爷托梦给我了，说今年我能发财，以后再也不用给人打工了。”母亲听后直摇头，觉得儿子是酒后说胡话，别胡说了，你都这么大了，可不能整日做这些不切实际的梦。但王三却信誓旦旦地说：“初3您去舅舅家借3、5吊钱，我保证能让咱们家翻身。”初3那天，在王三的软磨硬泡下，母亲只好前往舅舅家借钱。当母亲带着5吊钱回来时，王三兴奋得手舞足蹈。他早就看中了村下游河边的一块荒地，那里被河水冲出了一个河湾，旁边还有一片杨树林。虽然这块地不值钱，但加上中间人抽成、签订契约以及请客吃饭等花销，3吊钱很快就花光了。开春后，冰雪消融，王三在荒地上搭建了一间简易的窝棚，并带着母亲搬了过去。母亲看着四处漏风的屋子，满心担忧，就这么个地方，真能让咱们过上好日子？王三却信心十足地说：“您就等着看吧，我先把河道改一改，再开垦荒地，剩下2吊钱买牛，买种子种麦子，等不到雨季就能丰收。”不久后，舅舅上门拜访，王三以为是来催债，急忙说道：“舅舅您放心，等秋后麦子丰收，我一定连本带利还您。”没想到这一年麦子迎来了大丰收，总共收获了3担多，除去自家的口粮，还卖出去1担。原来年30晚上，山神在梦中告诉王三：“王三啊，吃人嘴短，你家下游河边杨树林旁的河湾，往东挖有1缸金子，1缸银子，这本该是车党门的机缘，谁叫你小子给我送来了酒肉，就让你享用5年，借本生利。”正是因为得到了这个消息，王三才敢大胆行动。这年秋天，王三按照山神的指示，挖出了藏在地下的银缸，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舅舅看到白花花的银子，惊讶得说不出话来，舅母更是赶紧将自家侄女许配给王三。此后，王三用这些钱盖起了大宅子，购置了1000亩良田，家中骡马成群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大财主。他的母亲也终于过上了享福的日子，舅舅一家也跟着沾了不少光。4年时间转瞬即逝，王三始终惦记着山神提到的车党门，想要报恩。于是他备好银两，骑着马踏上了寻人之路。一路上，
他翻山越岭，走村串户，从春天找到冬天，期间马掌都换了好几次，却一直没有打听到车挡门的下落。一天傍晚，天空突降大雪，王三在山沟里找到一户人家躲避风雪。这家人虽然并不富裕，但十分善良，热情地招待了他。夜里，隔壁传来婴儿的啼哭声，原来是这家媳妇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。全家人都忙前忙后的烧水做饭。小姑子看着门口用来顶门的木车，笑着提议：“嫂子，要不就给孩子取名叫车挡门吧？山里不太平，这名字听着踏实。”王三听到这话，激动得差点跳起来。这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人吗？等孩子满月后，王三认下孩子做干儿子，并留下了一大笔银子。临走时，这家人出于感激，悄悄在给王三准备的馒头里藏了元宝。结果这些馒头又因为各种机缘巧合送回了这家人手中。最终，王三把车挡门一家接到自己家中，为他们盖新房置家业。从此，两家人亲如一家，都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。